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45，收盘价是221.86，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0.44，最低价是在217.8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32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72 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MACD 快线是下穿了慢线，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微小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恢复了空头趋势，也就是说继续目前的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下跌后的横盘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那开盘之后股价一直是在高位震荡，上方呢是在250附近遇到了压力，然后呢开始逐渐震荡下行，那下方是在218附近遇到了支撑，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底部的附近。那并且呢在当日呢成交量我们会看到，虽然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但是这依然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生成了这样一根实体长红 K 线。那么这样的一根 K 线可以说是高位的反转向下。那高位反转向下呢，我们会看到上方其实正好是在5日均线值和前一日 K 线最高附近是遇到了压力。那在前一期视频我们曾经说过，5日均线值和251附近将是股价反弹的第一个重要标志，那也就是站上它呢，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上行。但是呢，股价在遇到这个位置不能突破而出现遇压而反转向下呢，那么股价呢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好，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实际上在经历了4月7日。股价在当日出现了大幅的震荡之后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继续是一个大幅的震荡，上方在250附近遇到压力之后呢，股价开始反转向下，那也将预示着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将会继续向下去寻找支撑。那向下寻找支撑，如果股价不能够或者多头不能够支撑住股价，也就是在214附近，不能够支撑住股价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大幅的一个跌幅。对，所以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说是非常关键的，除非股价比如说在上方遇到压力不能突破，然后向下找支撑，如果也不能突破，那么股价将会在将来的交易日呢会继续有可能向上或者向下去寻找方向。好，那么从这根K 线而言，这是一个高位反转向下，并且带有大的成交量。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一定会向下寻找支撑。那向下寻找支撑呢，我们在前几期视频曾经说过，目前是取决于多头，也就是如果股价向下寻找支撑，那么多头呢目前要选择是守哪个位置，是守214还是212，或者还是下方的200关口。那么目前股价的下行，我们认为是取决于多头的。
好，那这是对单一 K 线而言，然后我们再看看 K 线组合，在连续2个交易日都抱有大的成交量，然后呢，左边是一个实体中绿 K 线，右边是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右侧的这根 K 线的实体部分包含了左侧这根 K 线的实体部分。那左绿右红，这是一个我们把它称作叫长红吞噬。那么出现长红吞噬啊，通常是在高位出现。那么在高位出现长红吞噬呢，那么股价呢，一定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尤其是长红吞噬，如果这个收盘价是跌破了前面这根 K 线的最低，并且在抱有大的成交量，那么它一定是一个这个反转向下的K 线组合，并且是非常强势的一个K 线组合。那么目前这个长红吞噬啊，我们会看到它是处于股价下行到低位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也会看到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包括20日均线值，现在方向都是向下的。那出现了这样一个长红吞噬呢，我们说日后呢，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或者我们说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这个新低的出现，我们指的是比这根实体长红 K 线，也就是4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更低的位置，也就是会在217.8下方还会有这样的低点出现。好，那么目前呢，我想我们股价能否在这个位置得到支撑呢？这是取决于多头是否要守这个位置。好，那么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我们给了2个点位，一个是收盘价在248附近，另外一个点位呢是在255附近。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那出现横盘向下呢，我们预测是股价收盘价会在22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而实际在4月8日，股价收盘价是在221.86。那股价是出现了横盘向下。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下，虽然在点位上相差不多，但是呢，实际的走势和我们预测的走势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呢，收盘价的性质也是不同的。我们预测的收盘价在225呢，它不会形成一个长红吞噬的这样一个 K 线组合。而实际的发生，我们会看到，收盘价在221.8附近，然后是低于前面这根绿 K 实体的下沿，也就是生成了一个长红吞噬的这样一个向下反转的 K 线组合。所以呢，尽管都是横盘向下，但是性质是不同的。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视频对4月8日的预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后股价的走势。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因为现在种种指标呢，都将股价的方向指向下。那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我们仍然认为是217。那近2个交易日，虽然有一个交易日是盘中是突破了这个位置，但是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它，所以它依然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么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现在唯一的一个支撑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217.8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实际上这个第一个目标啊，本身就是一个支撑。好，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那么
这样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呢，将会继续被确认。那股价进一步下行的目标就是180，在182。好，那在到达182之前，目前200关口呢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好，那182被跌破，接下来第3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38。而这一波的下行呢，我们在前几期视频提到过。那这一波下行，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到达160附近，在这个地方可能会遇到一个支撑。好，这是我们说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229。那么在到达229之前啊，首先股价要形成一个反弹的走势。要想形成反弹的走势呢，目前就是股价的收盘价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在4月9日盘中，5日均线值应该是在236到239之间。还有一个位置就是前高251附近，或者我们可以说是250关口。那么股价只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然后突破250这个关口，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会有反弹的走势，才有可能会上行去测试292。那么在到达292之前，还有一个强压力就是285，是4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好，292如果能够被站上呢，那么我们认为这个股价将会瓦解目前的这样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股价将会继续上行。第2个目标就是304。那304如果能够被站上呢，那我们认为这个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以来建立的空头趋势将会被瓦解。那股价继续上行的第3个目标就是367。好，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9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实体的中线在229附近。那股价在盘中呢是一直在它的上方运行，然后在尾盘的时候呢，股价才开始震荡，回到了229下方，所以呢，股价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4月9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前面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取整数在218附近。股价在4月9日盘中只有在前低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会有反弹的走势，否则呢，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行，甚至是在这个地方继续出现一根增量的实体长红 K 线。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观察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对于多头，我们在4月7日收盘价233附近，我们给出了5%进场强反弹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然后获利目标呢是从249到250之间。那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如果是这个设定了获利出场的这样一个这个操作呢，那么这个仓位应该是已经获利出场。好，那如果呢没有获利出场，目前是继续持有的，那么到了4月8日收盘价在221.86这个位置，那当然对于这个仓位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那么这个仓位呢，我们之前给的止损位是214，我们如果这个仓位继续持有，可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继续止损守214。好，这是对于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
要守的位置目前就是5日均线值，下限是在236，一直到250，这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那么空头的目标现在就是下方的214和200关口。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9日盘中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36到239。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它们的范围是从251到254，正好也涵盖了前2根 K 线的最高，或者我们取250到254。第三个压力位是这个小缺口，是261。第四个压力位是276，在这个位置。第5个压力位是285。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214，第二个支撑呢是200关口，在这个位置。第三个支撑是下方的182，第四个支撑是160，那当然继续向下的第5个支撑就是138。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或者也很有可能会我们说叫横盘向下。好，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甚至还有可能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2，下方最低会到达205，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19附近。对，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横盘向下，我们认为收盘价仍然出现新低之后，仍然收在前1日 K 线最高的上方。但是如果最低价到达了201，那我们认为收盘价将会收在204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低点，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的。好，那出现这样的结果，继续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呢，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的下行。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6，上方最高会到达240，收盘价会收在236附近。如果出现这样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